看閉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復活的清晨還沒有醒過來的屍首，有一種收斂的光。婚禮與葬禮出奇的有許多共同點，在紅白喜裡，喜氣像玻璃球外面那層亮光，人人看得見，卻誰也進不去。新娘的白禮服，女賓像的粉紅、朱紅的柱子與青綠的龍，慌亂地把大喜抬上台面。可一轉身，便是小房間裡的穿衣鏡，從各式出租禮服裡伸出的不同笑臉，以及一個女人小心翼翼藏起來的喜與悲，怕被人看穿，怕坐實了年歲，怕連幸福也顯得不合時宜。他們談衣料，談鞋樣，談價錢，像在國家大事那樣較真，褪不褪色，合不合身，台間差半寸都要修補。可真正要改的是人心裡那點難以說出口的怨與虛。於是你看見的婚禮越熱鬧，越像一場無聲的角力，誰更體面，誰更重要，誰笑得更應該。而最刺痛人的往往不是惡意，是那種理直氣壯的喜氣，卻透着一股瘆人的悲涼。紅碗喜寫的是一場婚禮，卻更像一面照妖鏡，把一家人的體面、算計、委屈與自欺映照得纖毫畢現。故事圍繞着樓家長子的婚事展開。新娘邱玉清出身没落的大戶，帶着一筆還算體面的陪嫁，走進一個自詡新派，卻在骨子裡斤斤計較的家庭。婚前的試衣、採買與議論，已預告了這段婚姻的基調。人人看似熱心，實則各懷心思；人人口中都是為你好，卻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盤。玉清在兩位小姑子的冷眼與竊笑中顯得格外孤單，她小心地收斂喜悅，怕被視為老處女出嫁的笑話，又近乎任性地把陪嫁錢幾乎全都花在自己身上，像是在為一生僅此一次的選擇做最後的補償。她的不負責，在婆家人眼中成了自私的證據，而她的端莊與體面，偏偏又讓人無法正面指責，只能在背後議論。樓家的母親同樣被困在自己設定的角色之中，她一面為兒子的婚事忙亂操持，一面又在丈夫的挑剔與子女的嫌棄裡反覆確認自己的不夠。她靠着做花鞋，短暫躲進少女時代的回憶，卻不時地被現實拉回。場面夠氣派嗎？做足面子了嗎？而旁人的眼光永遠比她自己的心意重要。她知道外表斯文體面的丈夫打心眼裡瞧不起她，但做派不能少。而她與丈夫的小小衝突，也很快就被掩蓋在好太太與好丈夫的外殼下，留下的只是無從安放的疲憊。婚禮當天，華麗的儀式，得體的致辭，滿堂的笑聲，把一切矛盾暫時封存。新娘像一個被撐起來的紙紮洋娃娃，站得端正卻毫無重量。照片裡的幸福模糊不清，仿佛無意間闖入的鬼影。年輕的表妹們在舞池邊等待、張望、失落，預示着另一個女人、另一輪命運的循環。婚後的短暫團聚，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圓滿。談論時局的丈夫，忙於應對賓客的太太，端坐微笑的心腹，所有人都盡力演好自己的角色。最後留下的不是喜悅，而是一種用力過猛後的虛脫。原來鑼鼓喧天的昭告我結婚了，換來的是日常裡無數繁瑣的不合身、不對位。所謂紅鸞高照，不過是在繁華與熱鬧中照見人心的空洞，既清醒又糊塗。邱玉清與樓太太隔着一代人的距離，卻像站在同一條看不見的傳送帶上，一個正被推向婚姻的中心，一個早已被婚姻推到邊緣。他們的位置不同，姿態不同，卻同樣清楚地知道，婚姻從來不是為女人準備的安身之所，而是一種需要常年配合的角色分工。邱玉清的性格是收斂的、警惕的，她不像兩位小姑子那樣張揚，也不似天真少女那般熱烈。她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年紀、出身與處境，因此凡事留有分寸。她怕被人看見對前途茫茫的驚慌，更怕被人看穿她大齡剩女終於得嫁的竊喜。於是連即將出嫁這樣理所當然的快樂都必須壓低、藏好。她的端莊不是天生的優雅，而是一種後天習得的防禦。
他知道，在這個家庭裡，他唯一的資本不是可愛，也不是親近，而是體面。他與小姑子的衝突，表面上是衣料、鞋子、價錢與顏色，實際上卻是階級與資源的對立。玉清娘家沒落，但仍保有就是大家族的自尊與講究。樓家女兒則是新近發跡，帶着對金錢與機會的敏感與佔有欲。玉清花自己的陪嫁，卻被視為對新家庭的不負責。她的每一筆消費都像是在提醒旁人，她帶來的不是可供婆家取用的資源，而是一個已經完成的不可拆解的自我。這正是她最大的原罪。她的抉擇並不激烈，她沒有反抗，也沒有爭辯，只是選擇把錢花掉，把東西買齊，把該有的樣子先準備好。那近乎任性的購物，其實是一種冷靜的預感。他知道，一旦進了這個家門，能夠完全為自己做主的時刻將迅速減少。於是他提前消耗全力，像是預知未來的自由。他的命運並非悲劇似的跳下萬丈深淵，更像是他平靜地為自己置辦華麗的壽衣，自己甘願躺進已挖好的墳墓裡。他成為新娘、媳婦，成為照片上那個站得很直卻顯得模糊的鬼影。樓太太則是另一種完成式，她已經走過新娘的時刻，甚至走過母親的高峰，現在站在她人生的中段，被上下夾擊。她的性格裡有強硬，有自尊，也有一種近乎笨拙的固執。她不是不明白道理，而是太明白了。場面要顧，丈夫要讓，孩子要成器。她一輩子都在應該裡生活，久而久之，連自己的委屈也說不清楚，只剩下早已打不開的眉頭。她與丈夫的衝突是常年累積的無聲对抗。樓蕭伯自詡新派，理性講分寸，對她的指正總以商量的口吻提出，卻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她的存在方式。樓太太知道，旁人眼裡她配不上這樣一個丈夫，因此她只能更用力地顯示自己的地位，哪怕方式粗糙。她會當眾與丈夫頂嘴，但私下卻是無盡忍讓，就在這種恐怖平衡中維持着她的婚姻。只要有人在場，她就會用力地讓她的婚姻不失體面。唯有在她做花鞋時，是她允許自己逃離現實的片刻放縱。那不是為了媳婦，也無關母愛，而是一種回到少女時代的幻覺。在那裡，她不是太太，不是母親，不是被評價的對象，只是一個把線穿過針孔的人。然而這樣的快樂也總是被揭穿，被打斷，被收回。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個家不允許她有多餘的沉溺。樓太太的命運總是在被需要又被嫌棄的矛盾間拉扯。她存在的價值來自她的忙碌與付出，而一旦她停下來或做錯一步，就立刻顯得多餘。她沒有真正的選擇，只有在不同角色間切換的本事。她的悲哀在於，婚姻似乎只是一種責任，維持體面的工具，愛與不愛從來都與她無關。這兩代女人在同一場婚禮裡交匯，玉清是即將被活埋的人，而樓太太已經轉化為僵屍了。他們並不真正理解彼此，也不在乎是否被理解，只是婚禮過後的看點，其實只是玉清如何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变成另一個楼太太的屍變過程而已。